梦中落英纷繁，星河间几番聚散，我偏要居住这曙光，任天残天难，围绕在你我之间永恒的誓言，不变赤焰般飞向空中后展开那飞苍的线，燃了眼里火尽边缘，一顾盼坠落心间深渊，逆着风陨落中涅槃，征途上那远方的人会坚信，征途上那从前的人不予出席。成为白帮眼中钉的萧炎遭到白城的暗算，这也坚定了萧炎要尽快变强的信念。为了尽快提升实力，萧炎决定前往天坟炼气塔更下层修炼。本想专心修炼的萧炎，却遭到柳飞、雷娜等人的无理打断。面对嚣张的4星斗灵雷娜，佛怒火莲再度绽放开来。现在想走，晚了。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贺长老，他怎么来了？是啊，这种小事平常贺长老，怎么惊动了您老人家？这里只是普通的切磋而已。普通切磋？哼！若是再来晚点儿，恐怕就得出人命了。小家伙，先把你手中的火莲化解了吧。这里的事我会主持公道。全听长老吩咐。你便是萧炎吧？小子萧炎见过贺长老。这里究竟发生了何事？贺长老，菲尔常用的这间修炼室今天被人霸占，雷娜大哥只不过为菲尔讨个公道，可曾想萧炎下手竟如此狠毒，若不是贺长老您阻止，雷娜大哥恐怕就要命丧于此了。萧炎，你说说吧。我进入这间修炼室时，里面并无人使用。按照天坟炼气塔的规矩，我付出相应火能，就能在里面修炼。谁知这个叫雷娜的不遵守塔内规矩，强行砸门，胡搅蛮缠，硬说这间修炼室是这位女子的专属。小子虽然不惹事，但也不怕事。他们既然要战，我自然奉陪。雷娜，身为学长却不守塔中规矩，责罚30天火能，3天内缴清，否则1个月内禁止进入天坟炼气塔。是。
这个家伙这次可是大出血了。是啊，柳飞，你虽不是主犯，却有怂恿之错，责罚10天火能，3天内缴清，否则处罚同上。萧炎，虽事出有因，可你下手过狠，责罚5天火能，以示警戒。是，萧炎甘愿受罚。柳飞这帮人一直霸占着火能最充裕的修炼师，总算有人给我们出了口气。就是，小脸上已经被听贺长老，你对萧炎的判决是否太轻了？切磋间下死手，可是要被禁止进入天坟炼气塔的。若是不服判决，可以去找大长老或者院长。哼！今日之事到此结束，日后若再有人不守塔中规矩，定当从重处罚。小家伙，下次与人切磋，不要再这般拼命。想要立威固然是好，可也别过犹不及。萧炎，今日之事我记住你了。不打你，因为你是女人；若你是男人，下场只会比雷娜更惨。你给我等着！若雷娜的攻击再快上一些，恐怕我便会被逼出破绽，无法使出佛怒火莲。这一层的星火强度对我来说已经不够用，看来要加快修炼速度，只能继续前往下一层了。这几天，那东西又开始不稳定了，散发的波动越发剧烈，情绪亦是越来越暴躁。恐怕今年内，它将会出现一次大反扑。如若处置不当，恐怕学院将会面临极大麻烦。大长老，是否要通知院长加固防御？那东西可不能暴露，否则被黑角域那帮家伙知道，恐怕会红了眼的冲过来抢夺。加固防御势在必行，可院长在外游历，谁也不知道他身在何处。北面黑角域那几大势力的动静，必须随时注意。对了，刘长老，那个拥有异火的小家伙，如今怎么样了？正在塔内修炼。或许是因为他拥有异火的缘故，竟然不怕火毒的侵蚀。我也照大长老的吩咐，给了他足够的关照。一个陨落心炎便让我内院崛起，而这不到20岁的小家伙却独自拥有异火，当真让人羡慕啊！诸位长老，以后尽量给这小家伙方便，或许日后陨落心炎的暴动，我们还得依靠他的力量。不能小看异火的能量啊！如此奇物据天地之灵而生，一旦不慎，恐怕内院要面临灭亡之祸呀！是。他要晋级了。这个家伙不吃不喝的修炼了近4天时间，真是个怪胎。我今天打听过了，这个家伙还是今年这届的新生领头人物，名叫萧炎，实力很强，据说连白帮的富敖都是被他打败了。原来他就是萧炎。对于他的传言，我原来还有些不信，可如今一见，看来应该不假。嘘，小声点，别打扰到他晋级，不然我们就麻烦了。快要成功了，来吧，一鼓作气。
这努力没有白费。请问，我修炼了多久时间？4天。才4天，便让我突破这7星大斗师。这陨落星岩果然有着无穷奥妙，这分化体便能够让人提升到这般速度。若是占用本体的话，那修炼速度将是何等可怕！也该回去休整一下了。在炼气塔待了4天，不知薰儿他们如何了？这些家伙是什么势力？难道又是来找麻烦的？好，你回来了。你们是盘门的人？我俩虽是老生，不过自从亲眼目睹您在炼气塔内收拾了雷娜和柳飞，给大家出了一口恶气，便有追随之心，主动加入了盘门。可你们这徽章……薰儿姐说了，咱们盘门呐，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徽章，这样才能加强成员对盘门的归属感。薰儿在吗？薰儿学姐在。头儿，您回来了。那是头儿，那是我们盘门的护卫队，不仅每天2人站岗守卫住宿区，还有6人待命应对突发情况。其他成员被薰儿学姐派遣自由行动，趁早摸清内院形势。头儿，你就自己进去吧，我得赶紧回去站岗了。薰儿学姐说了，只要放哨满3天，而且期间没有出现意外事故，便是能够领到1天的火能。现在这活儿，其他弟兄们都抢着来呢。走了。这妮子还真是有魄力，居然拿火能出来做奖励。萧炎哥哥，萧炎哥哥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薰儿，不错呀。没想到这才4天时间，便是将盘门打理的有模有样，我还真是小看你了。这也有虎家姐的功劳哦。这盘门徽章还真是漂亮。妮子，我的呢？少了谁的也不能少了萧炎哥哥的。在这儿呢。来，怎么了？妮子，怎么神神秘秘的？让你见一个人。小姐，起来吧，林老。小言小友，别来无恙啊。相比斗技，老夫还是喜欢近身肉搏。日后时机到了，自会知道。你们怎么认识？
萧炎少爷，自从你离开乌坦城之后，不到半年时间，我便听从小姐的派遣，一路暗中保护你。好在小姐在迦南学院未曾出什么岔子，否则我恐怕会受到家主最严厉的惩罚。你呀，也太小瞧我了吧。林老，上次分别仓促，此次见面，萧炎再次为您老的出手说声感谢了。嗨，萧炎少爷何必客气，我也只不过是奉命行事。萧炎哥哥，此次让你与林老见面，主要是前段时间我让他回去仔细调查了族中的高手，并未发现有强者在几个月前进入过加玛帝国。萧炎少爷，你父亲失踪的事的确与我族无关，应该是另有其人所为。难道还是云岚宗？云岚宗，我迟早会回去，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。我会让人注意云岚宗，萧炎哥哥也别太过着急，安心修炼才是正途。我明白。林老，小子先告辞了。薰儿，我先回去了。林老，你似乎知道一些与云岚宗有关的东西。这个一直龟缩在加玛帝国中的势力，似乎和那些家伙暗中有一些极为隐晦的来往。那些家伙，你是说魂殿？想提前知道后续剧情，领取福利地址，搜索“斗破苍穹”官方，一起为萧炎哥哥加油吧！尘埃纷落夜深邃，地狱狂风发似飞，疑惑追可曾彷徨疲惫，一抹天颜素相随，彼时身影共进退，心中是波迷雾而归，我踏破云烟往前走，不与是是非非的阴谋，振翅而飞，只战斗，绝不退后。